难不成蓝思追不让他灌酒，就是因为看到了蓝忘机喝酒之后的模样？魏无羡越想越兴奋，越想越好奇，忍不住动手给蓝忘机倒了一杯酒，笑着说：“是我怠慢了，蓝湛，请你来陪我喝酒了。”这么说，蓝忘机也好有个喝酒的台阶下。魏无羡暗自得意。蓝忘机又看了他几眼，看得魏无羡都有点后背发毛了，才抬起手端起酒杯，一仰头喝了下去。一杯下肚，蓝忘机的手落在桌上，魏无羡抬手欲给他再倒一杯，一面笑着自己也跟着喝下一杯，含在嘴里的酒还没有咽下，他耳边便传来咚的一声巨响。魏无羡吓得一口酒呛在了喉咙里，他一面用衣袖擦着溢出的酒水，一面咳着直起身来。而刚刚饮下一杯酒的蓝忘机，此时已经一头倒在了桌上。一杯倒，魏无羡目瞪口呆。蓝忘机的一只手还在桌上，看来是试图用手撑住自己在睡，结果倒下的时候没能如愿落在手上，才会一头砸在矮桌上。魏无羡捂着脸，憋笑憋得发抖。蓝湛是个一杯倒，喝醉了昏睡过去，还一头砸到桌上了，这种事他能拿出来砍1年。不过蓝湛真不愧是蓝湛，他拖着下巴，醉了就睡，酒品都这么好。蓝忘机还维持着端坐的姿势，此刻头压下来，身体却还是端坐着的，看起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魏无羡情不自禁地抖了抖肩膀，决定亲自上手给蓝忘机摆个舒服点的姿势。他在侧面观察几眼，伸手把蓝忘机扶直，压开双腿，拖着他的后背缓缓往下放。那条长长的抹额被扯了一下，在头顶上岌岌可危地歪着。魏无羡下意识伸手给他整理，手指刚刚触及到抹额，便被另一只手擒住了手腕。他低头看去，正与蓝忘机那双琉璃色双眼碰个正着。魏无羡，他立刻松开手，道：“蓝湛，我是看你抹额歪了才碰的，真的不是趁你喝醉酒想捉弄你。”蓝忘机不说话。魏无羡眯起眼仔细看了一会儿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他对蓝忘机伸出一根手指，停顿片刻，向右侧滑去。蓝忘机的目光也跟着向右摇晃，他摆正手指，果然蓝忘机的目光也跟着正了过来。蓝湛，你不会是醉了吧？蓝忘机道：“没有，醉酒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喝醉的。”魏无羡状似严肃的点点头，伸手把蓝忘机又推回坐姿，看看自己被蓝忘机死死攥住的手腕，一时间有些发愁。蓝湛，你抹额歪了。他道：“你看，要不你先把我放开，正好了抹额再说。”他伸出3指发誓：“我保证不跑，行不行？”蓝忘机盯着他，慢慢歪过头，露出疑惑的神情。没听懂吗？魏无羡愁。可他清清喉咙，指着自己的手腕，道：“这个，松开。”说罢，他指着蓝忘机的额头，道：“抹额。”蓝忘机眨眨眼，终于慢慢伸出手，摘下了头上那条抹额。就在魏无羡大喜过望的时候，蓝忘机手一抖，甩出那条抹额，将他和魏无羡的手腕绑在了一起，单手颇为灵巧地打了一个结，思索片刻，又打了一个结，直到抹额的长度终于不允许他继续打下去为止。不是，我是让你松开，没让你抓得更紧。魏无羡无奈：“蓝湛，你喝醉了怎么这样？跟你平常差距也太大了吧？”他晃了晃那条与蓝忘机死死捆在一起的手臂，叹了一口气，伸出另一只手够来酒坛，灌了没几口，就觉得蓝忘机的目光实在是明晃晃的无法忽视，好像他一不注意，魏无羡就能跑了似的。魏无羡放下酒坛，伸手摸了摸蓝忘机的额头，叹道：“蓝二公子，你老看我干什么呀？我脸上好看吗？”蓝忘机点点头。魏无羡，他摸着下巴，原来蓝湛喜欢我这种脸。不对，说不准他就是客观评价而已。蓝忘机这种人，哪来的什么喜欢不喜欢？想到这儿，他玩心大起，托着腮勾着唇角，对蓝忘机眨眨左眼，笑道：“那你觉得你哥哥好看不好看？”蓝忘机点点头，果然，长得好看的他都说好看。你自己呢？蓝忘机不答，垂眸看着魏无羡，道：“你，我。”魏无羡指着自己，什么意思？蓝忘机不说话。这难不成
是问他觉得蓝忘机好看不好看的意思。魏无羡一惊，12年后，蓝忘机都开始问人这种问题了。他又是一阵憋笑，半晌，他严肃地点点头，道：“我觉得蓝二公子如则是明珠，光风霁月，清风俊朗，漂亮得很。”蓝忘机把头别了过去，这是怎么啦？魏无羡歪头看他，不喜欢听别人说她漂亮。魏无羡伸出一只手，轻轻拽着她的发尾，笑道：“忘机兄，那你觉得金子轩怎么样啊？”蓝忘机转过头，哼，不喜欢这样的。江城如何？蓝忘机摇头。魏无羡单手捂着嘴，险些笑出声。哈哈哈，这下江城可算彻底输给我了吧？